切尔西10打11，1-1战平阿森纳。有兄弟呢在我直播的时候问我，阿森纳这场比赛会用几个球？我跟他说我会把你这句话放在复盘视频当中。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切尔西的首发呀，因为我看到内托出现在了左边锋位置。我笑了，就如同你看到我前瞻说内托左边锋时，你说你笑了一样，就如同有些人笑着说埃泽不能打左边锋一样，因为他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大家基于战术理解都不一样，有的人靠感受，有的人靠想当然，我就很简单了，纯靠天赋。塔斯哥今天使用的首发选择呢中规中矩，很容易被对手直接抓透，而主力双中后卫的缺失还削弱了他的后场出球能力。而马莱斯卡呢，弱者心态拿捏得很对，打阿森纳哪怕是主场，一定要想着先限制阿森纳进攻，然后再想攻的事，所以防守是首要任务。而重中之重的就是针对阿森纳右路进攻所安排的左路防守，一定得用内托加库库去防廷贝尔加萨卡。为什么用内托？很简单，因为内托是切尔西边锋当中防守积极性最好的最硬的男人，哪怕放弃让内托踢更舒服的右路，哪怕左路有其他边锋可用，我也要用内托过来打一个左边锋。这一侧纯消耗路，不指望进攻打出来，防为主。那希望寄托在哪？右路埃斯特旺和活动范围更大、脚下更好一些的若昂佩德罗。不是我赛前猜对了马雷斯卡战术安排而是这才是切尔西唯一有希望对抗阿森纳方式，这是共鸣。前提还得寄希望于塔子哥别搞什么变化，当然他大部分情况下赛前也没变化。马雷斯卡赛前这手安排在场上拿到优势那是必然的。阿森纳在右路2对2没有任何优势，你埃泽还去右路衔接不够，就即便去了也没用，因为凯塞多也会去的，即便你3打3你也没优势。至于阿森纳左路进攻本来就不强，1防1扛得住马丁内利就行，古斯托完全够用了，甚至都有剩余古斯托还能再插上去进攻。马雷斯卡完全知道塔子哥要打什么东西，从而进行了针对性布置。而塔子哥呢，完全不知道切尔西要干什么，赛前布置吃了一大亏。不过两个主教练在一个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无球阶段前场高位逼抢。切尔西现在后场出球真的不行，阿森纳的高位大于切尔西出球，这是肯定的。阿森纳有效果，然而更有效果的还是切尔西的高位。本身阿森纳的出球比切尔西要好，结果伤中未伤缺，苏比门迪刚开场就拿了一张黄牌，然后开始束手束脚了。赖斯不得不一直留在后面帮助出球，出球体系基本崩了。相比切尔西出球真没好到哪里去。而更为重要的，切尔西在高位逼抢当中的跑动能力比阿森纳强。别的不敢说就以玩命抢的愣头青这块来说，什么内托、恩佐、凯塞多、古斯托是真的很强。踢完一场比赛，这几位绝对有体力在酒店再大战一夜。所以切尔西踢得极度清晰，牺牲左路，主打右路，拼高位，拼正上拦截，拿球就找右路。埃斯特旺和若昂佩德罗就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进攻任务了。这俩也挺有意思，一个过于着急，一个过于拖沓。如果埃斯特旺处理球别那么着急，如果若昂佩德罗射门干脆一些，那可能切尔西早就领先了。但是切尔西占据场上优势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就在大家以为这场比赛会倒向切尔西的时候呢，意外发生了，凯塞多红了，切尔西10打11了。切尔西球迷刚想品尝甜蜜蛋糕，结果放到嘴边变成了屎，这就尴尬了。凯塞多对于球队重要性等同于无数个古斯托，没有凯塞多，所有破车球迷心里都得一颤，3分别想了，不输球就了不得了。然而在赛前战术布置的绝对优势面前，再加上拖延一点点时间，上半场剩余时间段切尔西并没有表现出人数上的劣势，所以下半场的调整就极为重要了。你以为塔子哥就好过后防4人3张黄牌，后腰苏比门迪也带着黄，搞不好一不小心变成10打12。所以塔子哥既要想办法激活自己右路，又要想办法避免下半场被罚下1人的可能性。卡拉菲奥里这一侧被冲了，而且还带着黄，于是他用了一手斯凯利。斯凯利不负众望，刚上场就拿一张黄牌。你到底是什么魔鬼就一定要遵循黄牌守红定律你快杀了塔子哥算了。更让塔子哥雪上加霜的是，切尔西下半场开场后还领先了，依靠角球直接破门，很意外吗？一点不意外，因为切尔西定位球本来也很强，只是你不知道切尔西很强罢了。强大的人只在乎自己的强大，而忽略了别人正在变强。紧接着塔子哥打出第2张牌，
厄德高登场，用意非常明显，将右路进行到底，这个思路是对的哈。而且阿森纳还真从右路打入进球，不过厄德高在右路表现还是低于预期，不过比埃泽在右路时要好用啊。我觉得与其说塔斯哥做的有多对哈，不如说马雷斯卡这个临场调整做的有多错。马雷斯卡下半场一开始就上了加纳乔，还让他踢左路，这要干嘛？你让他和库库在这一侧参与身位防守啊？如果你真觉得他能做好这个事的话，为什么首发不直接选择他呢？他还是逆度踢这一侧的，除了进攻内切能有威胁，而且防守还能防住阿森纳走内线的，你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加纳乔在没在防守位置？确实在后场待着，踢了半场比赛，只有一次对抗，留出安全防守区域让对手传球啊！也就是这场切尔西平了，阿森纳没有从这一路打入第二进球。现在你们开心的给他个高分，要不然绝对开盘。至于阿森纳为什么没打入第二进球，我觉得塔德格已经做的可以了，他甚至在禁区里放上了梅里诺和哲凯赖什2个点。但你瞅瞅，你阿森纳传中都什么水准吧？一个个都来不及了。无论是萨卡还是跑过来的马杜埃凯，一味追求单打，硬要下底传中，11打10，着急成这个样子，你完全看不出像是多打一人。所以塔德格其实没犯错，下半场马雷斯卡是真的犯错了。不止呢，他还上了一手德拉普，11打10，双边锋内切情况下，他上了手高中锋，怎么着？你指望谁给他取传中？还是后场直接开大脚找他拿1点直接打反击呢？你想天开啊？你毕竟少一人，即便他拿下1点，2点大概率都不是切尔西的。这些换人啊，等同于切尔西自费进攻，打三小不好吗？反击拼下速度和单兵能力不是更适合吗？当然这个事因为没发生，你们可以和对待我前瞻时的态度一样，觉得我也是异想天开。当时切尔西左路压力已经极大了，进攻指望不上了，主教练牌还打错了。切尔西所能倚仗的就是原来首发那套球员了，门将、整条后防、詹姆斯加内托加恩佐，一定要给我顶住。你肉眼可见的看到阿森纳的进攻距离切尔西球门越来越近，最慌的是球迷，其次是马雷斯卡，最不慌的反倒是切尔西场上球员。红军切尔西是一支拥有10打11丰富经验的球队，这话开个玩笑就罢了哈。切尔西是一支骨子里就铁血的球队，与马雷斯卡无关。詹姆斯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而他是队长还是领袖，关键他还异常沉稳，他的双手永远不可能伸平摊向队友，而是变成紧握的拳头，卯足力气冲向对手。兄弟，能量是可以传递的，切尔西球员可以菜，但是不能怂。阿森纳的每一次犯规都会激发切尔西更强的战斗欲望，10打11又如何？少了的那一个人，我用加倍的跑动去弥补就是了。疯了，切尔西疯了，这帮人体能怎么都用不完的。桑切斯也疯了，跟个弹簧一样在地上来回的蹦，球迷也疯了。这不就是他们当初喜欢切尔西的原因吗？那支旗帜鲜明的铁血蓝军，那支扭从一股绳、韧性无比的蓝军，今天就重新看到你了，真好。